Hello，各位爱编织的朋友，大家好，这里是爱织的频道，我是艾芙琳。虽然我没有换手机，但是我可以给我的手机一个新的家。今天艾芙琳跟大家分享的是一款简约的手机袋，使用短针的变化针钩织而成，袋口的钩织结合了蕾丝花边，让这款手机在简约之中又带点独特的魅力。让我们一起来钩织它吧。我所使用的线材是空心棉线，而市售的名称也可能叫做棉麻手编线，粗细约2毫米。其他的配件以及工具，大家可以依照材料表来准备。成品的完成尺寸如图，供大家参考。首先，我们取一段70公分的线段，放在一旁备用。接着开始钩织，锁边起针。起针之后，23个锁针，起针数为奇数。基础行结束，第一圈返回，再倒数第2个针目，挑它背后的里衫开始钩织。而钩织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将刚刚准备的70公分线段一起包着钩织，把线段放在钩针上，一起包着钩织短针，连续21个短针。第一个短针我放记号扣，每一圈结束，引拔在第一个短针上将头尾相连。抱着这条线钩织的目的是为了要让包包的底部更加的厚实。若你调整了起针数，那么这条包着的线段也要调整，大约是包包宽度的7倍。连续21个短针结束，剩下一个里衫针目，钩织小括号的内容3个短针。因为包着一条线钩织，所以在钩织的过程中，我们可以随时调整织物，拉动这一条包着的线，调整织物，使织物平整。接着绕到基础行的另一边，这是最后一个针目，我们从下个针目开始，又连续20个短针。最后回到开始钩短针的位置，钩织1个短针的加针，一次加针，也就是在这个针目里钩织2个短针。接着引拔在第一个短针上将头尾相连。引拔的时候，可以将包着钩织的线段放到钩针上，再进行引拔。收紧最后的引拔针。将织物稍作整理之后，接着第2圈，一个锁针起立，不算针数。第一个针目进行1次加针，第2圈仍然包着线段钩织。我们在第一个短针上放记号扣，接着连续20个短针。20个短针结束，在织物这一端的这3个针目各进行1次加针。接着到织物的另一侧，又连续20个短针。
最后剩下2个针目，各进行1次加针。因为线材比较粗，这个是第1圈头尾相连的引拔针，新手朋友特别注意，不要把它误认为1针了。这一圈一共完成52个短针，第2圈结束，引拔在第1个短针上，将头尾相连。尽量收紧最后的引拔针。第3圈，一个锁针起立，不算针数。之后调每个后半针钩织1个短针，钩织时仍然抱着这个线段。第1个短针放记号扣，这一圈的总针数不变，维持在52个针目。第3圈结束，引拔在第1个短针上，将头尾相连。收紧最后的引拔针。接着我们整理底部的形状，将它整理成一个船形。整理完之后，将包线的2端在织物内部打个结，并藏好线头。钩织起始的线头也藏好并做修剪。之后钩织包身的花样。第4圈，一个锁针起立，不算针数。接着钩织一个3短针并针的变化针，在连续的3个针目里，钩针穿进之后再挂线钩出。接着挂线钩出3线圈，再挂线钩出2线圈，完成一个3短针并针的变化针。这是这一圈的第1个针目，我们放上记号扣。接着一个锁针，之后重复钩织中括号内容。而下一个并针变化针，它的第1次挂线钩出位置会和上一个变化针的第3次挂线钩出位置重叠，也就表示每个变化针占据了2个针目。变化针之后一个锁针，如此重复钩织，这一圈的总针目维持在52个针目。而第4圈的最后一个变化针，这里会剩下一个针目，它的第1次入针位置除了与上一个变化针重叠，最后一个入针位置则会与第1个变化针重叠。中括号内容重复26次钩织结束，引拔在第1个针目上，也就是第1个变化针，将头尾相连。收紧最后的引拔针。后续的圈数重复钩织第4圈，在针目的边别上，这里是第1个针目，而第2个针目会是上一圈的锁针。如此一个变化针针目，一个锁针针目，一个变化针针目，一个锁针，是入针的针目位置。
后续的圈数重复钩织第4圈，每一圈都一个锁针起立，不算针数，重复钩织中括号的内容，一个变化针以及一个锁针。第一个针目我都放上记号扣。钩织的时候，每个变化针的第一针入针位置都会与上个变化针重叠。每一圈结束，也是引拔在第一个变化针上将头尾相连，如此重复钩织这个花样，一直到这个包包到达我所需要的高度。我一直钩织到第18圈，重复钩织到我所需要的高度之后，最后一圈我们结合蕾丝花边一起钩织，可以选择上面有洞眼的蕾丝花边。我们将蕾丝花边的起始端留下大概2公分，再开始结合织物钩织，一个锁针起立，不算针数。接着每个针目钩织一个短针，结合花边。在结合花边钩织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在适当的距离将蕾丝花边做出皱褶，像这样用钩针在蕾丝花边进行穿缝，做出皱褶之后，再穿进针目里一并钩织短针。我大概每隔3个短针就有一个短针是结合皱褶的蕾丝钩织。在这一圈最后大概剩下2个针目时，我们可以将剩余的花边留下适当的长度，这个长度可以像这样在末端的时候向内折，如此花边的2端边缘才不容易脱线。结合花边钩织短针结束，引拔在第一个短针将头尾相连之后断线，藏好结束时的线头。接着我们制作一个纽扣的扣环，基础行先钩织20个锁针，接着第一行返回，从倒数第7个锁针的里3开始，挑里3钩织14个长针，所跳过的这些锁针会作为纽扣的扣眼。第一行结束，第2行我们会围绕着织片钩织短针，一个锁针起立，不算针数。我们从第一行最后一个长针针目开始，这是一个转角，钩织2个短针。
接着在长针的侧边钩织一个短针，接着到长针行的另一侧，这个转角的针目也进行一次加针，接着连续的13个短针，接着遇到上一行的锁针链，在锁针空间里钩织8个短针，接着又在长针针目上继续钩织短针，13个短针钩织结束，引麻在第一个短针上将头尾相连之后，断线，留大概15公分的长线进行缝合。我们将有蕾丝花边结合的这一面视作包包的后片，将花边结合处置于左方，而所面对的这一面作为前片，而扣环缝合在后片的内侧。接着将扣环结束时的线头置于右下方，将它缝合在后片内侧中央第18行的位置。缝合结束，打个结并藏好线头。我们将扣环往前片翻，在扣眼的对应位置缝上纽扣，最后为它钩织一条背带，所留的这个长度大概是背带所需的长度3倍加20公分。接着左手绕线，我们从包包平放时左侧的这2个针目开始，钩针分别在这2个针目上穿进钩针后再挂线钩出，以更好的固定背带，减少缝合。接着再挂线钩出所有线圈，之后以钩织空心绳的方式为它钩织背带，将所留的线头由前往后挂在钩针上，接着挂线钩出绕在左手上的毛线，如此重复这个动作，一直到这条背带到我所需要的长度，大概是100公分。钩织空心绳结束，再次引拔断线，留10公分的长线做缝合。我们将背带稍作整理，使它更为平整。接着利用它结束时的一端这2个线头，缝合到带口右侧的2个针目。缝合结束，打个结并藏好线头，这样这个简约甜美的手机袋就完成啦。你可以为它加上一个独一无二的挂饰。这一集的分享就到这边，感谢您的收看，我们下一集见咯，拜拜。